后宫居然出现了白衣女鬼，每天晚上都在墙边大跳艳舞。一个夜巡的宫女撞见后，那个女鬼竟然还来到了她的身边。这件事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宫女之间。猫猫听到同事随口提了几句，就去问自己的万事通好友，说是半个月来那个女鬼都会在月下跳舞，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东门的城墙上。后宫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，将那些妃子和宫女们困在其中，能够出入的只有东西南北四方的城门，但城门时刻有人把守，外面还有很深的护城河，想要逃离基本不可能。以前有过一个妃子想要逃出去，现在尸体还存在护城河里呢。猫猫没有亲眼见过那个女幽灵，自然是不信的，继续做自己该干的事情，抱着一个药罐去找了那位御医。自从御医知道猫猫会制药之后，就非常欢迎它来自己这里了，还热情的泡茶，给猫猫拿小点心。结果猫猫还没接过来，就听见了人事的声音。他真是烦透了这个男人，怎么后宫里只有他天天啥事不干，整日闲逛啊？该不会他的地位比公关长还要高吧？猫猫就开始发散思维，这么闲的话，很有可能是皇上的监护人。可是他这么年轻，他长得这么好看，该不会是皇帝的陪侍吧？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幅少儿不宜的画面。人事察觉他看向自己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，赶紧打住，让御医帮自己拿药，然后开始跟猫猫唠了起来，问他有没有听说最近的幽灵跳舞事件。猫猫表示不感兴趣。人事就又提起了梦游症，问猫猫这种病症该如何治疗。猫猫直接回答他也不知道。人事就非常自信地使出了美男计。猫猫实在被烦得不行，只能答应下来。晚上跟着人事的部下高顺大人来到了东城墙，路上高顺请求他下次再见到人事大人，不要再用看毛毛虫一样的眼神看他了，因为那个人会爽，都给猫猫整无语了。两人到达城墙的时候，白衣女鬼还在跳舞，不过跳舞的人并非女鬼，而是宫里的中级妃芙蓉娘娘。前段时间皇上下令把她作为奖赏赏赐给武官，那之后芙蓉娘娘就患上了梦游症，天天来东城墙跳舞。第二天，猫猫向御医打听了那位芙蓉娘娘，得知她以前是个性格怯懦的小蜀国公主，后来在擅长的舞蹈上出了差错，入宫后一次也没有被皇上临幸，一直在房间闭门不出，最后干脆被皇上给下赐了。猫猫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，就亲自去了芙蓉娘娘的寝宫看了一下。这位妃子不施粉黛，看起来相当朴素，和晚上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，简直就像她的封号芙蓉花一样，白天是雪白的花朵，到了傍晚就会变成浓重的桃粉色。猫猫没在芙蓉妃的宫里发现什么不对，就去找好友打听那个传言。据说最开始幽灵出现在北方，后面才移动到了东边，再加上从御医那边听说的关于芙蓉妃的一段经历，猫猫心中隐隐有了猜测。但是老爹以前告诫过他，不要随便把自己的推测讲给别人，所以猫猫只跟人事和玉叶娘娘讲了关于梦游症相关的事情。梦游症的原因据说是心中不安所致，明明是睡着的，就像醒着一般活动。他以前在青楼里也见过患这种病的妓女，那个妓女性格开朗，很受欢迎，还被恩客给赎身了。结果说要赎身之后，就出现了那样的症状，每天晚上都会在青楼里徘徊，本人就根本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。后来赎身就靠吹了，那个妓女的梦游症也莫名其妙好了起来。听上去像是妓女不愿意被赎身，故意那样做的。就算是青楼女子，也不愿意被老头赎身，甚至老头连孙子都已经有了。而且那个妓女的卖身契也只剩下1年，再熬一下就过去了。玉叶娘娘就觉得芙蓉妃可能也是如此。人事却笑眯眯地问猫猫，真的就只有这些吗？仿佛看穿了什么一般。但是猫猫什么都没说。在那之后，芙蓉妃被下令禁足，下次之前都有守卫在门口把守，猫猫心里却一直还在惦记着。玉叶娘娘也察觉到了她的心神不宁，推测此事必有蹊跷。就这样，终于到了芙蓉妃出宫的那天，猫猫还特地去目送了一下，没想到会遇上玉叶娘娘。玉叶实在很好奇那个青楼女子的最终结局，并且答应猫猫绝对不会说出去。猫猫这才讲了起来，原来当时还有另一位得了同样的病而致使赎身告吹的女子，不过那位妓女后来又有别人为她赎了身，因为是得过病的妓女，直接便宜了一半。但其实先后为那位女子赎身的2个男子是互相认识的，通
通过第一次赎身装病让自己的身价下跌，这样真正想为他赎身的男子用1半的银两就可以为他赎身了。而皇上奖赏的那位武官是芙蓉妃同乡的青梅竹马，前段时间在战场上立下战功，向皇上请求，皇上才把芙蓉妃赏赐给他的。这2人早已互生情愫，只是那位武官知道以自己的身份不可能向公主求婚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嫁入后宫。芙蓉妃也因为心系武官，故意在舞蹈上出错，从而让皇上对她失去兴趣。可她毕竟是皇上的妃子，哪怕那位武官有战功，皇上也不一定真的会将她下赐给对方，所以干脆装成梦游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武官所在的战场远在东方，芙蓉妃每晚习武的地方也是东城门，她肯定是在祈求那位武官能平安归来。好在最终他们都得偿所愿，城门已经开了，芙蓉妃和武官相携离去，看得玉叶娘娘也忍不住有些羡慕，不仅重获自由，还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厮守。怪不得芙蓉妃一到晚上就和白天判若两人，因为爱能使女人变得更美。回到自己宫里的玉叶娘娘仿佛也想起了她的往事，结果皇上突然造访，而且一上来就说想见一下猫猫。这还是猫猫来皇宫后第一次被皇上召见。皇上是听说猫猫是药师，想拜托她去水晶宫照顾梨花娘娘一段时间。自从失去了儿子，梨花娘娘就一蹶不振，病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。皇上觉得猫猫精通药理，应该能帮上忙，结果猫猫才刚到水晶宫就被梨花娘娘的丫鬟狠狠教做人，不仅不让她进娘娘的身，还天天让她干杂活。猫猫推测梨花娘娘之前中的增白粉的毒应该还残留在体内，要治病得先把毒排出去，所以猫猫先去厨房调配了富含纤维的粥和有利尿作用的茶，把不适合梨花娘娘吃的食物全都剔除出去。然而她辛辛苦苦做的粥和茶全都和她一起被扔了出去，饭就更不用多说了。病人要吃清汤寡水的食物调理肠胃，梨花娘娘的宫女却为她准备大鱼大肉，还美其名曰补充营养。猫猫心下了然，怪不得梨花娘娘的病越来越严重，这些东西她根本就吃不下去，勉强吃进去也会立刻吐出来。猫猫就眼睁睁看着那群宫女忙来忙去，最后忙得啥也不是，还要把锅全都推在她头上，说她太卑贱，弄脏了房间里的空气。很难不让人怀疑这群宫女到底是不是在故意害梨花娘娘。总之猫猫又被丢了出去，这样下去梨花娘娘肯定会衰弱而死，她的2颊都已经凹陷下去，再加上孩子死后没有求生欲望，更何况还有周围这群只会害人的宫女，猫猫心里那叫一个愁啊。不难想象梨花娘娘去了之后，她肯定也会为皇上迁怒而身首异处，于是任氏就过来为她排忧解难了。任氏用美男计为猫猫争取了接近梨花娘娘的机会，猫猫上前先给梨花娘娘喂了勺粥，发现她还是愿意吃下去的，只是身体太过虚弱，连咽下这口粥都仿佛要用尽全力。而猫猫在给梨花娘娘擦嘴的时候，发现娘娘脸上竟然还有增白粉，她怒气冲冲地走向为娘娘化妆的宫女，那个宫女还在强词夺理，说什么保持娘娘的美丽是侍女的职责，气得猫猫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揪着宫女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化妆桌边，拿出抽屉里藏着的增白粉就倒在她的头上，告诉她要不了多久她的毒素也会蔓延至全身，变得像她仰慕的梨花娘娘那样，失去血色的肌肤，深陷下去的眼窝和无法进食的身体。猫猫让那个宫女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梨花娘娘现在的模样，质问她究竟谁会喜欢害死自己孩子的毒药。宫女这才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么自以为是，流下了悔恨的眼泪。猫猫的强势让其他宫女也下意识地听起了她的话，大家立刻按照她说的话开始干活。猫猫则继续给梨花娘娘喂杂粮粥，喂完之后又开窗通风换气，让宫女准备热水和毛巾为梨花娘娘擦拭身体，将身上的增白粉全部擦干净。之后一有机会，猫猫就让梨花娘娘多喝茶，通过增加小便次数让她把毒素排出来。不知不觉梨花娘娘开始能坐起来了。猫猫又往粥里多加了一些米粒，为了给病人补充营养，还加入了高汤和水果泥，这些东西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。而给梨花娘娘化妆的那位宫女也被关了禁闭，帮她一起私藏增白粉的太监也受到了责罚。只是这些事情猫猫就不甚关心了，她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，
任氏便带了2个肉包子过来犒劳他。送上门的工具人不用白不用，猫猫就让任氏带人造了个蒸汽澡堂，可以帮梨花娘娘把体内的病气激发出来。现在梨花娘娘已经可以开口和人交流了。她问猫猫为什么不放任自己死去，猫猫却反问她，如果想死的话，为什么要把粥咽下去呢？梨花娘娘突然想起了怀抱孩子的触感，握住她手指的小手又小又软，可她却再也触碰不到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有勇气随着孩子而去，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告慰英灵。很快蒸汽澡堂就建好了，宫女们带着梨花娘娘一起去蒸桑拿，梨花娘娘的身体也恢复得更快了。在此期间，猫猫逐渐改变了她的饮食，让她慢慢恢复正常。那位化妆的宫女也被解除了禁足令，她现在对猫猫心服口服，让她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自己来就行。看到梨花娘娘逐渐红润的脸颊，宫女喜极而泣。梨花娘娘也没有去责问她之前的所作所为，让她帮自己倒点水。就这样过去了2个月，梨花娘娘已经可以独自去花园散步了。虽然她为人高傲又自尊心强，但猫猫还是从她身上看到了与妃子相称的品格。不过这段时间她也累得够呛，倒在床上就沉沉睡了过去。梨花娘娘亲切地摸着她的头。等梨花娘娘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猫猫向她告辞，准备回翡翠宫去。梨花娘娘担心自己以后不会再获得恩宠，更何况皇子是因为她不听劝才夭折的，她这种人怎么可能比得过玉叶娘娘呢？猫猫却不这么认为，世上繁花万千，没有必要决出牡丹与桔梗谁更芬芳。更何况梨花娘娘的优势也非常明显，猫猫还悄悄告诉了她一个秘术，是以前青楼里的姐姐们教她的。很可惜，猫猫到现在还是平板一张，好在交给梨花娘娘也算物尽其用了。而在猫猫回到玉叶娘娘那里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皇上临幸翡翠宫的次数大幅减少，玉叶娘娘也终于可以从睡眠不足中解放了。然而又有一场危机在皇宫里悄悄酝酿了起来。